1901年，一位来自纽约曼哈顿的药剂师 Christian 望着哺乳中的妻子，心中焦虑不已。他刚刚出生的儿子正因为哺乳困难，没办法吸吮母亲的奶水而嚎啕大哭，而他的妻子也因为哺乳时的疼痛，让他难以喂养自己的宝贝。于是，身为药剂师的 Christian 决定发明一个能够帮助婴儿吸吮的装置。他设计了一个包含橡胶的奶嘴头，跟一个防止吞入的护片，并且获得了专利。后来，这个发明陆续被改良，到了1930年代以后，它甚至开始被工业化大量制造。同时，透过广告行销，让它变成先进国家婴儿主要的喂养工具。最终，这个工具也逐步被开发中的国家所大量采用。然而，这项看似伟大的发明——奶嘴，却从此成为现代人颚面发育与齿列凌乱的一大乱源。奶嘴这么一个小小又无害的东西，如果用很危险来形容它，难免会让你觉得有点奇怪，对吧？何况现在的父母跟孩子好像都已经跟它形影不离了。baby 肚子饿的时候会用奶嘴喂，哭了爸妈就塞奶嘴，睡前也塞奶嘴，安抚情绪也塞奶嘴。你甚至可以说，想到育儿就会想到它怎么会危险呢？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你小的时候也是吸奶瓶长大的吗？如果是，那今天的主题跟你脱不了关系。奶嘴便利吸如何影响到你的颜值、咬合，甚至睡眠和呼吸呢？今天这集内容，我们会讨论3个重要的主题： 1. 奶嘴的隐藏危机； 2. 奶瓶跟哺乳对孩童的颅颜发育与颜值的影响； 3. 儿童睡眠呼吸障碍跟哺乳的关联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几乎每一位小朋友都需要做牙齿矫正，而且还有很高比例的孩童伴随有打呼、鼻子过敏、发育迟缓、尿床、情绪不稳定、注意力不集中跟过动的问题。这些其实都不是巧合。几千年来，人类婴儿都是靠母乳喂养长大的。虽然吸吮妈妈的奶水是艰难的，会需要婴儿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但是这个造物主的原厂设定，除了能够帮助母亲跟孩儿建立亲密的连结关系之外，也能够自然地锻炼婴儿的咀嚼肌、颞肌、舌肌跟环口肌。这个机制是建立口腔肌肉神经回路的重要关键。但是，这些本应在婴儿2岁之前的发育中自然建立的机制，如今却被我们以方便、文明之名被随便给替代了。奶瓶和奶嘴这些取代哺乳的便利吸工具，其实是孩童颚骨发育不良、牙弓变窄、口腔肌肉无力跟吞咽问题的根源。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哦，这些自2岁起便埋下的种子，便会逐渐影响儿童的一生。如果你发现家中小孩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常常鼻子过敏，容易感冒或中耳炎，那么孩子其实已经在发展这个隐形的文明病了。其实使用奶瓶跟哺乳不只是输送方式的不同，最大的差异是口腔肌肉训练跟脑神经发育程式有没有被建立。以下我们分为5点来跟大家说明。第一，两者的吸吮力道不同。奶瓶喝奶就像打开水龙头一样简单，奶嘴头一压就流，宝宝几乎不用出力，所以长期下来，宝宝的咀嚼跟吞咽肌肉刺激不足，口腔肌肉的发育就会受限。但母乳就不一样了，宝宝必须使尽吃奶的力气，用力吸才吸得出来。这就像是我们一直非常强调的口腔重训，透过这个过程去锻炼将来要进行极度复杂的说话、进食、咬合、吞咽跟呼吸所需要的每一块口腔肌肉。第二，舌头位置与颅颜发育异常。使用奶瓶时，宝宝的舌头通常会往下掉，甚至往下压住牙床，而这样的低位舌头会让上颚发育受限，变得狭窄，甚至变成长条形。而相反的，哺乳时舌头会自然地顶住上颚，这能够促进宽阔的牙弓、健康的颚骨形状，甚至呼吸道都会更通畅。很多现在小朋友的上颚过窄、牙齿拥挤，其实早在吃奶的那一年就决定了。第三，哺乳是建立鼻呼吸的关键，这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重点。哺乳其实是在教宝宝怎么呼吸。当宝宝含住乳头时，嘴巴是紧闭的，
唇部封闭，舌头贴近上颚，这个姿势让宝宝只能用鼻子呼吸。也就是说，哺乳是一种天然的鼻呼吸训练法。每一次哺乳就是一次教会宝宝用鼻子呼吸的训练。宝宝会在每天多次的哺乳中，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用鼻子呼吸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嘴巴并不是设计用来呼吸的，鼻子才是。鼻子有许多功能，例如加湿、加温空气，保护呼吸道，增加一氧化氮的生成，提升血氧效率，让脸部骨架发育得更立体，尤其是鼻骨与上颚，这些都是鼻呼吸的优点，是在使用嘴巴呼吸的时候是不会有的。但相反，如果太早改用奶瓶或长期使用奶嘴，嘴唇会打开，舌头会往下沉，这种姿势呢，会中断鼻呼吸的建立机制，让孩子倾向用嘴巴呼吸。习惯口呼吸的孩子就会更容易出现所谓的阿呆脸，也就是嘴巴开开，嘴唇干裂，上颚狭窄，黑眼圈，睡眠会打呼或呼吸中止，语言发育障碍跟专注力的问题等等。第四是哺乳对神经系统发展的巨大好处，这点是家长必须知道的。哺乳其实是脑神经回路的启动关键，因为宝宝在吸吮时，不只是嘴巴在动，整个神经系统也在进行深度学习。首先，舌头、下颚、嘴唇等肌群协同活动，是透过脑干跟小脑进行调控的。每一次的吞咽动作都会透过三叉神经、面神经、舌下神经回传到中枢，最后重复的神经回馈就能够帮助婴儿建立起吞咽、呼吸、发音的神经基础模式。所以这些肌肉透过每天3餐哺乳的训练跟协调，就会形成稳定的感觉运动神经回路，能够让宝宝日后可以更清楚的说话，更稳定的进食，并且有了呼吸的神经系统基础。第五，颜值本身也会影响自信心，也就会影响到心理健康。美国现任的副总统 J.D. Vance 在2016年时曾经出版了一本回忆录《乡下人的悲歌》，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并被改编成电影。在这本书中， Vance 深刻描绘了自己从俄亥俄州贫困家庭成长的经验，最终进入耶鲁法学院的励志过程。但他也说，即使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进入耶鲁法学院，他仍然感受到跟同学间在各大方面的巨大差距跟全面碾压。他分析原因来自于他缺乏那种从容不迫的底气与自信。一项涵盖21个国家、超过33000名儿童的研究也发现，孩童对于自己的外貌评价是影响自尊心最重要的因素，甚至超过学业成就、运动能力或同侪关系。另外，一项针对4到6岁儿童的研究指出，外貌特征，例如皮肤或是头发颜色、身高、体重、美丑、整洁程度，都与自尊心高低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些都表明，外貌在孩童自我价值的建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，而外貌协会是真真实实的存在。一个人的下巴线条、脸型宽度、牙齿整齐度、微笑曲线都跟颜值的高低有关，这些又全部都跟颅颜发育有关。从小喝奶瓶长大的孩子，因为颅颜颚面发育不良，更容易出现龅牙、前牙开咬、下颚后缩、笑龈等等问题，最终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他们的颜值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跟自尊心。你家的孩子晚上睡觉时会打呼吗？千万不要以为那很可爱，打呼并不是睡得香的迹象。不管对于大人还是小孩，打呼都有可能是呼吸道有问题、潜在睡眠呼吸障碍的警报声。发展中的儿童对于血氧浓度的变化非常敏感，大量的研究显示，儿童睡眠时万一呼吸道发生阻塞，血氧浓度就会下降，就很有可能会导致过动跟注意力丧失，情绪难以控制，白天嗜睡造成学习退步、高血压跟成长迟缓。而研究也显示，哺乳能帮助孩子避免这些问题，因为吸吮本身就能够锻炼口腔结构，预防上颚狭窄，增进鼻呼吸，减少口呼吸习惯，建立正确的舌位，维持呼吸道畅通，增强免疫力，减少呼吸道感染风险。最后，2021年的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也显示，哺乳的孩子
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更低。哺乳是造物主为人类设计的原厂设定，家长的选择真的会决定孩子未来的口腔与全身的健康。那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关键就是尽可能让孩子哺乳到至少1年。长时间哺乳能够帮助下颚骨跟咀嚼肌发育，避免日后出现下颚发育不足的问题，同时也能建立正确的吞咽模式与鼻呼吸的习惯。再来，尽量避免太早使用奶瓶或奶嘴，因为长期使用奶瓶容易造成奶瓶性龋齿，不只是影响乳牙的健康，还可能影响恒牙的排列。而奶嘴则可能让舌头长期维持在低位，导致上颚变窄，增加咬合问题的风险。最后，家长要多注意孩子的咬合跟呼吸习惯。如果发现孩子有口呼吸、舌推或是牙齿排列不整齐，就应该要尽早咨询牙医或儿童牙科专家，因为这些小问题不及时处理，不但影响口腔健康，更有可能埋下睡眠呼吸障碍的风险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各位观众看完这集节目，都可以更了解哺乳对于孩童各方面的发育与成长有多么重要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